苏35在乌克兰火力全开，连续击落3架战机，乌军飞行员为何去送死？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天少。近日，号称控制乌克兰制空权的俄空天军创造了苏35战机的最佳空战战绩。乌军战机冲进顿巴斯，扫射俄军车队，而俄罗斯空天军的苏35战机呢，则对他们实施拦截，连续击落了乌军1架米格29战机和2架苏25攻击机。这场战斗发生在斯拉维扬斯克上空，苏35战斗机发射 R77-1空对空导弹，对乌军战斗机展开了单方面的吊打。R77-1空导弹的射程为80公里左右，可以对付以12个 G 的过载实施机动的目标。它的最大飞行速度超过3马赫，而在高空区域，它的最大飞行速度可以达到4马赫。而乌军的米格29和苏25攻击机面对这样的战机和导弹，可以说就是去送死。现在的问题是，俄罗斯军队为何仍然未能掌握乌克兰的制空权呢？这里面有几个方面的原因。首先，俄军对掌握制空权的概念存在着偏差，因为夺取制空权除了靠战斗机以外，还要依托地面防空武器系统。另外呢，如果在天空中飞翔着大量的无人机，你也不能够说你就掌握了制空权。而俄军呢，在整个乌克兰战场上空还缺乏有效的掌控能力，比如说他们使用的预警机技术水平相对较差，而且呢数量也不足，因此很难为俄罗斯空天军的作战飞机提供有效的空中情报保障。第二，俄罗斯空天军以及地对地导弹部队也未能持续的摧毁乌克兰军队的空军机场，从而使乌军的残存的战斗机能够利用这些机场起飞，对俄军的目标发动攻击。第三，俄军目前还缺少电子战飞机，对乌军地面防空系统难以进行有效的清理和压制。第二个问题是呢，乌克兰空军的飞行员明明知道不敌俄战斗机，为何还要去送死？乌军现有的飞机少，飞行员多，而东欧国家现在已经开始向乌克兰援助那些老式的苏联时代的战斗机。那么这些战斗机交付到乌军手上，就需要在战场上发挥作用。因此，尽管风险很大，乌军的飞行员仍然会驾驶着这些飞机呢，执行相应的空对地打击任务，或者是拦截任务。第二呢，乌军的战斗机也不是完全没有机会和俄罗斯空天军的飞机进行抗衡，所以他们需要通过实战来检验其相应的战法，比如说通过低空、超低空突防的方式，对俄罗斯在顿巴斯地区的武装力量发动空对地打击。第三呢，乌军目前的地面装甲进攻能力不足，有时候还需要靠战斗机、攻击机为他们创造战机。因此，尽管非常危险，少量的乌军飞机依然会借助那些没有被完全摧毁的机场起飞，来执行相应的空对地打击任务，或者执行某些拦截任务。那么这次空战被击落的3架飞机，我们可以看出来，1架米格29，2架苏25。那么显然，米格29是为苏25实施护航的。一旦遭遇到俄罗斯空天军的拦截和攻击，那么米格29就得奋起迎战。尽管从综合性能上看，米格29要比苏35差得远，但是他们依然有一搏之力。当然，最终的结果是乌军的飞机损失惨重。但是这样的场景随着东欧国家向乌克兰提供老式战机数量的增加，还会持续的发生。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